天黑之前過來餵一遍鳥，馬上要下雨的。今天下午你們猜我看到一个啥？還在這裡，一隻學飛的小燕子，下午都站在這個位置，還好這裡曬不到太陽。這都5、6個小時了，它一動不動。不過這種學飛的，一般的我們不用管，祈禱它能躲過今晚的大雨。哎呀，不管它了，先把鳥餵飽。這是魔術哥和斑鳩的孩子，很多人問我它長什麼樣子的啊？這麼大嘍，和斑鳩長得一模一樣。然後鴿子也長這麼大了，這幾天給它們餵了玉米，因為現在種的玉米都出來了。餵完鴿子之後，我發現這隻小燕子還站在這裡，不止它一隻。我聽到它周邊有好幾隻都在叫，可能是一窩的都飛出來了。祝它們好運。最近這幾天，每天天黑之前，我還要給鴨子搞點飼料。也不知道哪一隻帶頭的，這幾天一到晚上就開始叫。但是只要給它們吃飽了，會特別安靜。有沒有覺得我的科爾鴨最近數量增加了不少？顏色醜的沒人要，顏色漂亮的又沒有。胃口是一天比一天好啊，一天要吃好幾斤飼料。你們能從這一群鴨子裡面找出3號嗎？最近換羽毛換的我都不認識它了。這就是它現在換出的羽毛，和母鴨子長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有的時候分不清。不過也有兄弟說挺好看的，你們覺得呢？鴨子吃飽之後，又來了一幫兔子。現在你們知道為啥這幫兔子不吃草了吧？有免費的，還吃啥草啊？看我這菜地的草長的，我都沒眼睛看呢。哎，這一窩小兔子也從豬圈裡面全跑出來了，基本上多數都是白色的。這個桶裡面還有一隻比較漂亮的，也不知道它怎麼掉下去的。不過在這裡面都沒事，死不了。就這麼幾分鐘的時間，天黑了。這幫造糞雞呀，一天要吃多少飼料啊？我剛剛還發現我之前放生的2隻小家伙在哪裡睡覺了，好像有2天沒看到它們呢。看來生存能力還是挺強的。這一下是真的天黑了，就剩狗子坐在這裡，也不知道那一隻小燕子怎麼樣呢。希望它能挺過今晚的暴雨。狗子，想吃東西嗎？來，過來，給你搞一點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。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。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貓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幹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時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來，你吃你吃。我就不信了，狗子連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覺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貓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給他們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。貓怎麼也不見了？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這裡讓螞蟻吃。要不是狗子舔過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今天天气挺不錯的，找一個好的地方試一下前幾天我在山上砍的那一根魚竿，釣魚怎麼樣？
也不知道這裡有沒有魚。剛過來就發現這個位置有人下地籠子，扯上來看一下有沒有魚。我還準備在這個地方釣魚嘞，結果有人下籠子，估計不好釣，一條都沒有，還是給它放進去吧。不管了，就在這個地方試一下。我就不信釣不到魚，我從來沒有空軍過。就用我上次在山上砍的竹竿，然後漂的話是泡沫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釣得到。因为出門的时候沒挖到蚯蚓，所以說搞一點釣魚的餌料試一下，直接開整。好像有魚在扯漂，但是不是很明顯，先觀察一下。怎麼沒有動靜呢？扯起來看一下。哎，怎麼上來一條魚嘞？也不打聲招呼是吧？這應該是白條吧，有點小。為了釣魚，我還專門買了一個裝魚的打點水，先把這個小家伙裝進去。也不知道是魚太小了還是漂太大了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把漂搞小一點，繼續釣。漂還是沒反應，扯上來一看，又掛了一條，我還以為沒有餌料了。這不，又來了一條，都好小啊。漂再改小一點，一點動靜都沒有，毫無釣魚體驗。終於有點動靜了，上來一條，還是這麼小嘞。又來了一條，這魚也太小了吧，都是迷你版的，我懷疑大一點的魚都被別人抓完了。漂沉下去了，沒釣到。又來，哎，沒有啊。哎，這是第一次漂被扯下去，拉了一條魚上來，還是這麼小。哎，不釣了，都是這麼小的，一點釣魚的感覺都沒有，而且也不來一點其他品種的魚。這就是剛剛這一會兒釣的，太小了，主要是這個漂啊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哎，釣着沒意思，都給他們放了。這個魚啊，太小了，全部都是迷你版的，還不如我前幾天抓的大的。全部回家去吧，不要了。收竿，下一次買一根魚竿過來釣魚，看能不能釣一點別的。哎，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？跟個間諜似的躲在後面，不知道他啥時候來的。走了，把他帶回去。他可能等着太無聊了，看這一會兒知道我要回家了，多高興，直接自己提前跑了，肯定在前面等我。回家去，有空了整根魚竿繼續釣。兄弟們，我剛還以為我撿到大便宜了，一只十姐妹飛到家裡面偷吃飼料，被我抓到了。結果我把它帶出來一看，我籠子裡面的十姐妹全跑了，這不就是我的嗎？本來我還準備讓他們繁殖收養十姐妹的，結果這一下好了吧，全沒了。正當我準備把這一只關進籠子的時候，它再一次跑掉了。這是準備集體越獄啊！養鳥有的時候就是這樣，經常忘記關籠門，很正常。還好我家養的鳥導航系統強大，基本上都能飛回来。完了，這是自殺呀！趕緊給我上去。這不成功上岸了嗎？還好平時餵的胖胖的，游泳技能挺強大的，一下就飛上來了。先把它抓住再說。關起來，還指望你把你的2個同伴給忽悠回來了，加油！剛出去找了一圈，一只都没找到。這天氣太熱了，回家搞點喝的，就喝這個吧，味道特別好。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殺頻道買的 AD 鈣奶，酸酸甜甜，小時候的味道。這一打不到9塊9，真的省了不少。在抖音上還可以淘到好多好東西。現在點商城進入秒殺頻道，或者直接點評論區超低價入手官方限量補貼，限時限量，點擊評論區入同款飲料。出來繼續找一下飛走的那2只十姐妹，除了麻雀啥都沒看到。這電線桿上還有這6只還是8只啊，8哥。所以說啊，這養小動物有的時候還真是操心啊。這不，前段時間一個朋友委託我幫忙孵化了10多只蘆丁雞，後來因為各種原因他也不養了，我養着，結果到現在就剩5只了。也是因為有一次給他们上食物的时候，然後集體跑了，就抓回來5只。我有的時候感覺是不是自己歲數大了，總是忘記關籠門。
哎，可能養鳥的都有这個毛病吧。這一隻我覺得還挺漂亮的，有人要嗎？有人要的話全部送哦。我是不想養了，我覺得還是養鴿子靠譜，基本上都不用管它們，也不用擔心它們會丟掉。這一次2隻小鴿子都已經這麼大了，這個塊頭差距有點大哦。這2隻已經被同城的一個朋友給盯上了，等到自己會吃食物之後就給它送過去。哎，還是鴿子靠譜啊！等一會兒繼續找師姐妹去。你們能夠聽出這是什麼鳥的叫聲嗎？一隻紅嘴藍鵲的幼鳥，叫聲特別明亮，在這個草叢裡面。我剛才在這個山上面就聽到竹林裡面有好幾隻紅嘴藍鵲的幼鳥在叫，然後下來之後發現草叢裡面也有叫聲，肯定是學飛的紅嘴藍鵲，然後掉下來了。找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。剛才叫聲就是從這裡面發出來的。哎，在這裡看到了，的確是學飛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們給它撿起來放到樹上去，不然在這個位置不是被蛇給吃掉了，就是被貓給吃掉了。在這裡，它膽子好小哦。一般這種在戶外我們聽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種情況，它們的父母長期沒有餵它們，特別餓，不然的話它們都是很安靜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現在看得清楚了吧？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紅嘴藍鵲在這裡築巢，所以說掉到這個位置也屬於很正常的現象。哎呦，沒抓到嘞，它還直接飛走了，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擔心它被貓給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從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，又跑到別人家菜地來了，看起來就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我已經聽到他們父母的叫聲了。這一次我們稍微慢一點，看我一下把它給抓住，然後放到樹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終於把它給抓到了。這倔強的小脾氣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這個長相，明顯就是不太聰明的樣子，像個青蛙一樣。你說你飛不起來，還喜歡到處亂跑，怎麼不躲起來嘞？看，這就是他們的父母，剛才一直在旁邊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這一片竹林裡面去，這樣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窩小鳥裡面總有那麼1到2隻比較笨，所以說它們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們適當的輔助它們一下，下次別讓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還是可以飛的哦。看，站在樹枝上，只要它們站到樹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較安全的。然後母鳥再餵它們2天，它們的飛行能力就会越來越強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這一片竹林每年都會有紅嘴藍鵲築巢，聽一下，他們的父母已經在召喚他們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們只能幫到這裡了，祝他們好運。就這個天，你們幫我分析一下，還會不會繼續下雨？這一次暴雨已經下了3、4天了，靠近河邊的莊稼很多都被淹了。今天早上還下了幾個小時，現在雨終於停了。把這個該死的鴿子放出來玩一下，關了差不多有10天吧，也該出來活動一下了。出來之後第一時間就趕緊搞社交，可惜這一只魔術鴿對它一點興趣都沒有。好幾天沒出現的伯勞又過來了，我說周邊的鳥怎麼都在報警，這小麻雀嘰嘰喳喳的叫個不停，畢竟管道裡面還有他們的孩子。這幾天下暴雨我也沒注意，今天才發現這樹上的柿子被丽云贼杯偷走了好多啊，這個家伙正在吃嘞。反正也沒有下雨，就把這幾個家伙也放了，因為前幾天的暴雨實在是下太猛了，所以就把這3個家伙給關了幾天，畢竟他們還沒有野外生存的能力。關了幾天他們可着急的，尾巴也撞斷了，鼻子也撞破了，所以說啊，他們還是向往自由自在的。
這個家伙大家還記得嗎？當時也是連續下好幾天暴雨，別人發現它了，那時候還小，告訴我之後我把它救回來了，現在都這麼大了，不過总是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。它的飛行能力和另外2只相比還是差多了，預計放生會稍微晚一點。它的胃口也特別好，也不瘦，就是毛色不好，大概率和食譜有關，因為和另外2只餵的是一樣的。先給它整一口西红柿，其實它們主要還是喜歡吃水果，冬季的时候一群一群的，喜歡偷吃別人的菜，破壞力也是相當強的。剛才一直叽叽喳喳的叫個不停，這一會兒吃了點東西，瞬間安靜了。餵飽之後，讓它自己在外面溜達，適應一下環境。如果你有時間，也可以去吃柿子哦，你的同類都在上面。再給大家看一下另外2只，放出来就上樹頂了。它們2個的飞行能力是比較強的。這花瓣能吃嗎？被它吞了。另外一只在這裡。它們2個再有半個月左右，應該就可以不用管了。目前來說，每天還是要給它們投餵食物，不然的話它們吃不飽，因為它們尋找食物的能力目前来說還是比較有限的。我剛把吃的带出来，它們2個瞬間就飛下來了。有一只還等着我餵它的，想得真美，都不願意自己吃，都自己吃了一點点，但是肯定沒吃飽，都可以走了，自己出去锻鍊吧。时不时的我還要出來看它們一下。门口有一只伯勞，危險係數很高，把它們抓走真的是分分鐘的事兒，它們一點反抗的餘地都沒有。這就是弱肉強食，全部都上樹了，祝你們好運。這裡還有一只，這個伯勞還在這裡呀，你小子注意一點啊，這家伙要多多照顧一下，就是個造糞機，這一會兒又餓了。然後如果伯勞要抓它的話，它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。另外2只前幾天把它們關起來，主要也是因為它們自己主動飛到家裡面去了，雨下太大了，所以就關了幾天。你又飛过來幹啥呀？沒吃飽嗎？沒吃飽我也不管你哦，自己去玩。一天不能總指望我給吃的，是吧？我又撿到小鳥了，身上濕漉漉的，一只剛學飛的黃藤鳥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積水挺多的。我剛剛吃完飯，騎着我的小電驢，說帶布丁出去溜達一圈，結果就在這邊發現這個家伙在水坑裡面。還好水不是特別深，不然的話它已經淹死了。正常情況下，這種學飛鳥，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翅膀打濕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經聽到了它父母的呼喚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裡面。哎，這裡剛剛我看到還有一只，布丁聞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鑽到這一塊紅薯地去了。看來這是一窩啊，都在這裡。我已經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裡叫的。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溝裡面，不管不問，被我救起來了。他現在着急了。本來我準備把這個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這身上濕漉漉的，離家又近，我決定帶回去用吹風機給它羽毛吹乾了再帶出來放，這樣它的生存幾率更大一些。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你們看我在這裡又發現了一個啥？菜地裡面撿了一顆蛋，也不知道是雞蛋還是鴨蛋，已經爆漿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給這家伙帶回來，我剛回家拿個吹風機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。用吹風機把它身上的羽毛吹乾，這樣它生存下來的概率就會大很多。最近經常下暴雨，加上鳥都在繁殖最後一窩，所以幼鳥還是挺多的。沒有被我們遇到一個算了，適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爾給它輔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給吹乾。這種幼鳥肚子上经常都是光禿禿的，受涼之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現在全身的羽毛已經被我給吹乾了，是不是立馬就不一樣了？看起來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風機給它吹羽毛的時候，它好像特別享受，一動不動。现在带去放生。户外碰到這種幼鳥，什麼地方撿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適的位置放生。這一塊離馬路稍微遠一點，而且遮擋物比較多，就在這兒給它放了。
哎，我发现這幫家伙特別喜歡這一塊紅薯地呀，這隻也鑽到紅薯地去了，飛行能力還挺強的。而且他的父母又過來了，已經發現他了，我們趕緊走。這貨有點過分了，走的時候還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乾淨帶狗子去玩。這一條沒人要的流浪狗也追過來了，怎麼就沒人把它撿回去養着嘞？天天跟着我們家布丁，帶布丁在這個路口吹吹風，挺涼快的。不過我總感覺要下暴雨了，那一條小狗子已經跑了。出來還不到10多分鐘，下大了，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個小家伙能挺過這一場暴雨，祝福他吧。看一下這是什麼蛋，在豬圈裡面。本來我是要過來撿鴨蛋的，一個都沒撿到。雞蛋撿了一大堆呀，這小野雞真的是到處下蛋，有幾個都已經爆漿了。之前我就發現了有蛋，以為它們自己會孵化，結果戰線越拉越長，蛋越來越多。我最開始發現的時候，到現在已經有20多天了，估計前面的蛋都沒用了。這後面這幾個蛋看起來像最近下的，不行了，放到孵化器試一下。今年那一只小野雞下的蛋，最開始還有一顆受精呢，孵化出一只小公雞，早都跑掉了。兒子都跑了，它還沒跑，到處傳播種子啊！你們看一下這個位置多隱蔽，它都不在這裡面下蛋，居然選擇在豬圈裡面。把蛋帶回去，稍微清洗一下，放到孵化器，太髒了。孵化的第8天，檢查了一下，有3顆受精蛋，其他都是沒用的。還不錯，要早點拿回來，估計都能孵化出來。孵化到第24還是第25天的時候，我都已經忘了這個事兒了。聽到孵化器裡面有小雞的叫聲，我突然想起來了，打開一看，3隻都出殼了。我估計昨天都出殼了，沒注意。這家伙特別頑強，只要是受精蛋，你放到孵化器，溫度、濕度都是正確的，基本上沒有孵化不出來的。身上的羽毛都已經乾了，發現的有點晚嘍。這是一顆鴿子蛋，還沒出殼。先把這幾個家伙放到保溫箱裡面去，溫度調個36度，小雞飼料和水放好，讓他們今天好好的休息一天，餓了一天了。保溫箱裡面住了一天，這幾個小家伙生龍活虎的。今天溫度還不錯，帶他們出來溜達一圈。剛剛我還準備帶着他們去找雞媽媽的，結果找了一大圈，雞媽媽今天不知道去哪兒了。算了吧，反正他們也不認識了。今天溫度也不低呀，都上了20度了。出來溜達了一圈，他們精神狀態都不是特別好了。算了，還是先住保溫箱，稍微大一點把他們全部給放了。你们就說這熱不熱鬧吧？前面是雞哥的叫聲，後面是鴨子，這又來了一個大公雞。我感覺我被前後包抄了，沒事兒，一個個的解決。你說你一天沒事，你吼幾嗓子幹啥嘞？吵不吵啊？這是接力賽呀，又來了，就罰你在這裡面壁思過5分鐘。時間到了，我會過來扶你起來，不要對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來。那是你的實力，我還要去解決另外一個嘞。哎呦，你還主動來找我來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擔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給制服了。主要他現在是傷員呢，前幾天在田裡面玩了一天，回來之後眼睛腫了，感覺像是被什麼給咬了，不過問題不大，並沒有影響他這噪音般的嗓音。發揮依舊是這麼穩定。這個家伙我跟你們講很特殊，這個種群估計就他的智商不夠。我放生了那麼多鳥，就他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這裡出點問題，就是明天那裡出點問題。不是在受傷，就是在受傷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靜了，是時候該把那只鴨子給放了。它還在這裡招手嘞。你自己就不能有點出息，自己爬起來嗎？來，我給你個支點，起來。
這個支點好像只能讓它轉圈圈。懲罰時間到，起來吧。終於有點出息了，起來了。和鴨群匯合了，就中間那一只。你們猜他在說什麼？一直在說話，就是聽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誇我，大概率是在罵我。反正聽不懂，無所謂。對的，剛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門叫的就是這個家伙。一段時間不理你，你這小子叫聲越來越大了啊！關鍵是還懲罰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來了。你說氣不氣人？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不像雞哥，我聽到他叫聲太吵了，我還能来一個手動閉麥。這不閉上了嗎？不對呀，這小子今天也閉不上了，要我抠電池是吧？一點面子都不給我。也還可以了，起碼降低了分貝，沒有那麼大的噪音。總體來說，肯定比鴨子強一點點，起碼嘴巴沒有鴨子那麼硬。不然的話，它嘴巴怎麼會斷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後面幹啥呀？打又打不過，又喜歡湊熱鬧，趕緊走啊！等一會兒他又要打你。雞哥這一會兒情緒很激動呢，指不定馬上就要发脾氣了。誰知道下一個倒霉的是誰呀？上樹了。等一會兒我還要給這個家伙眼睛上擦點藥，天天都在受傷。要不是他運氣好，或者說我對他照顧有加，可能他的墳頭草已經3丈高了。今天溫度有點高啊，看他熱的。但是這個位置又安全又涼快。等他午休一會兒，晚點給他擦點藥。鴨子都下水了，奇怪哦，最近鴨子也不追人呢，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今天讓大家看一下，本該是看家護院的小惡犬混得有多慘。這2天我總是能在狗窩裡面看到很多小樹枝和鴨子的羽毛，起初我還挺奇怪的，直到今天早上破案了，一只該死的鴿子居然想把窩做在狗窩裡面。这要是換成其他狗，這鴿子可能早已經是這一塊那一塊了吧。我說狗子咋這2天不進狗窩嘞？原來窩都被你霸占了，這就有點過分了啊！必須要幫我家狗子找回一點面子。來，狗子，你嚇唬嚇他，我不怪你，快點。哎，還挺友好的。狗子对他是一點惡意都沒有，我剛把他放了，他又進狗窩了。狗子看到我在這裡，他自己過來了。來，今天我就是塞也要把你塞到狗窩裡面去。進去啊，進，怕啥嘞？我在這兒嘞。這狗子沒救了，死活都塞不進去，就躺在門口，鴿子也不讓。最後我強行把狗子給塞進去了，它死活都不進了。好了，這狗子真沒用，鴿子一點都不害怕。咋了？你還咬我啊？我發現我養的鴿子一個比一個脾氣大，都喜歡咬人。我已經把狗窩裡面的草給清理了，不然的話，明天這個窩可能已經做好了，那狗子就沒地方睡了。這一個個的繁殖可積極了，送都送不完。這裡還有一窩嘞，我看一下，咋脾氣這麼暴躁嘞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我記得他上一窩的孩子好像剛長大，又開始了。他們上一窩的孩子在這裡嘞，剛長大又開始了。我感覺今年冬季猛禽一點都不缺吃的。在老鼠堆繁殖的這一窩鴿子，這一次是失敗了，然後他們又換了個位置，繼續開始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下了一個蛋，這速度是真快呀！繁殖自由，我又不干預，但是你們不要太過分了啊！狗窩都被你們霸占了，整的這狗子都沒地方睡覺了。你也是，你就不能稍微凶一點嗎？要指望你看家護院完蛋了。來，我看一下你身上有沒有蟲，有的話給你驅個蟲。沒有，每個月都在定时給它驅虫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